老太太，你有听过提过这神秘力量可以转吗？还是会把这个力量传给你？力量是不能传承的。你们跟他说过是可以转移的吗？我们梦见他，他说可以把神秘力量传给有缘人了。哎，这整件事呢，就这么侦探嘛。所以我们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对吧？哎，你不是说约了客户吗？都几点了还不走？老太太，节哀啊！我们先走了，以后再来看你。走吧。走了，快迟到了。走走走。下次再见哈，拜拜。拜拜。得到那种力量，也不见得是好事。希望好人一世平安。话都还没有说完，你推什么推呀？我们那里有客户，吃什么饭？拜托你啦，顾月心，你回去炖汤也好，吃 omega 3也好，补一补你大脑啦。老太太在套你话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套我的话什么意思？神秘力量的事呢，非同小可，随便跟别人说，喂，我们会有危险的。你忘记了顾安是怎么死的吗？我看你有精神分裂，之前说不信，现在又信。我不像某个无知妇女那么迷信，我只相信有科学根据的事。我拜托你啦，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前，关好你嘴巴可以吗？猪队友。是，我是猪，你那么厉害，还不是输给猪？国安我找到了，我赢了。张和峰先生，请你遵守诺言，给我滚蛋！案子是结了，不过你还是输了。哎，免费办案那是不算数的。你爸开的条件是要赚到钱才可以继承遗产，你忘记了？哎呀，对哦，刚才应该说1块才对。后悔来不及，不甘心也没有办法。这几个星期下来，你有没有办案天赋？你应该心里有数，对吧？没有我，你有信心拿到你爸的遗产吗？我词穷就不要狡辩了，直接认输。以后办案呢都听我的。喂，我什么听你的？我才是老板。我跟你说，试用期半年，表现不好你就给我走。想利用我拿到你爸的遗产呢，就直接说，没什么好丢脸的。有价值才可以利用。你那么厉害，去查一查杀国安的人，给老太太一个交代。有些案子时机对了，证据自然会跑出来的，笨蛋。吹牛！我看到时候你连坏人长什么样子都忘记了，懒得跟你说。像你吗 ？No brain, no brain。我在疗养院守了几天，国安的养女不像有特殊力量，应该不是我们要找的人。不过，我今天有了新的发现，那2个大难不死的人去找了他，聊了关于力量的事。老大，老大，国安死之前好像救了他们2个。当天看起来像是这样。去安排一下，我想亲自去看看。好。你叫我查的人我已经查到，等你准备好，我们随时可以过去。我需要准备什么？心情？
还记得你很爱面子，看，父慈子孝，我这个儿子做戏做全套，算不错了吧？快要40年了，我还记得你让我背个包包过海关，被警察抓运毒的时候，我才这么高，一个不到7岁的小孩，一个人去警局，一个人上法庭。你怕死，把我丢下就不管了。我还以为我去了美国之后，再也不会见面。没想到吧？你化成灰，我都把你找出来了。我今天来，是想告诉你。混得不错，这么难我都能活到现在，你猜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仇必报。谁对不起我，我会10倍、100倍、1000倍还给他。这里风水还不错，不太适合他。找人把灵位撬了，把云大勇的骨灰撒大海去。张世凡，你儿子大难不死，我知道一定是你在保佑他，所以啊，我带他来看看你，还不给你爸鞠躬。谢谢老爸。你儿子不乖，才会给雷劈，我管不了他，你来管他，要常常给他报梦，教导他，知道吗？一来就告状，老爸别听他的。如果你真的给我托梦的话，直接给我4个字，我中了头奖，肯定买烧鸭给你吃的。宋礼香，宋礼香，找什么？我再看看你爸爸附近有没有空的灵位，以后啊，我百年归老就指望你来拜祭我们了。所以啊，找个方便你的。这种东西也可以贪方便的嘛。不如这样吧，你帮我找一个道士啊，我们一家3口当邻居，团团圆圆多开心。哎呀，乱说话！我是说真的，不止老人会死，年轻人也会死的。你就认真考虑，帮我找一个道士啊，你就不会手忙脚乱了。你再说，我就打歪你的嘴。你还真打我！你不找我自己找喽。叶欣啊，你看这橘色的好看呢，还是绿色的毛衣好看？我刚买的哦。新加坡天气那么热，你买毛衣浪费钱。哎，那你买这么多彩票不浪费钱啊？你又不出门，又不工作，就在家里对彩票，好像老太太一样。侦探社的工作真的有这么闲吗？
我看大难不死，有没有后福吗？如果真的给我中，我就把侦探社关掉。那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，还做什么做？告诉我，那天啊，你跟何峰到工厂去，真的是为了查案吗？不然呢？我跟他偷情？哇 ，please 啦，我宁可孤独终老。每次想到回侦探社就要见到他，我简直想放弃人生。那你是承认他是侦探社的合伙人啦？哎，什么合伙人？我是老板，他是员工，我是在利用他。侦探社如果不赚钱，财产谁都拿不到，我没有必要跟钱过不去。你想通了就好。事实证明啊，我哥雪人呢是非常有眼光的，他来带你，我也比较放心。你如果说侦探社做得好，你也有寄托啊。钱一拿到手，我就把他踢出去，我把侦探社关门大吉。我的寄托在这里。这些东西啊，迟早要害了你啊！来，把你丢掉。你穿这颜色又苗条又有气质，真好看。我也想试试那橘色的。安迪，金色比较适合你，橘色比较适合年轻人。安迪，请问这款毛衣来几种颜色？我全部都想试一试，尤其是那橘色的。喂，啊，算了，有你去，懒得理你啊。姑姑，哎，吓死我了，干嘛 sorry。你为什么买那么多件同款的？说起来我就生气。今天呢，我陪安迪叫我做安迪，还说橘色不适合我，因为呢比较适合年轻人。我看不会啊，挺适合我的，对不对？这还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呢，我穿给你看啊！啊，你看多好看，对不对？颜色，姑姑。谢谢你。谢谢。买上200块，我们有赠品哦，这个送给你。谢谢。姑姑，那家服装店有没有送你一个毛毛的发夹？啊，我花了200多块啊，送这个东西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，你要你拿去吧。你怎么知道他送毛毛的发夹？没有啦，这个东西现在很流行，很多地方都送这个来吸引顾客的。哦，那你喜欢的话，你拿去吧。啊，不了，我觉得你戴比较漂亮，我去兑我的马票哦。叫一个人来试试。你欠揍啊！看你死了没有？我眼睛是开着的。你没有听过死不瞑目吗？那要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是英年早逝吗？可以，我买了个新游戏，要不要现在来一盘，看谁先死？没兴趣。哎，平时这个时候，你不是在去送餐的路上，就是在侦探社。今天来我家几个小时，又不打游戏，又不跟我讲话，干嘛？被雷劈傻了？侦探社今天休息，我是人，我也需要休息的。真的不是偷情，你偷偷告诉我，我发誓不偷偷跟安迪讲。八卦新闻不要信这么多，当个理性的网民可以吗？ OK， 你确定不是因为那件事？不是，还是你昨天体检报告出了问题？哎，干嘛？哑巴了？不说话？
你说中了，标本药对我没有用，医生说要化疗。什么时候开始？我拒绝了。你拒绝了？为什么？难道你是想要等病死，然后赚保险金啊？不至于那样啊，我会舍不得我妈的。你还配把你妈挂嘴上啊？为人子女的，把自己身体照顾好才是最重要的，好吗？我不化疗是有原因的。化疗有副作用，会影响我日常生活啊。如果每天像病人一样待在家里，谁出去赚钱，谁养家？等你病好了，你还怕没有机会赚钱吗？谁说化疗一定会成功啊？万一我真的这么倒霉，注定要死，化疗之后身体虚耗了一大半，像活死人一样，那我宁愿好好的多活几年。越早治疗，存活的机会越大。医生说我是慢性癌症，可以拖个2、3年，我都计划好了。我想等个1年半载，多存一点钱，给宋丽香。哪个医生跟你这么说的？你告诉我他名字，我去揍他。够了，不要再聊我的病啦，一直念。你再给我压力，我以后不来了。OK， 好，可以，你安息吧。喂，不是说好今天放假了吗？为什么突然叫我回来啊？我是你老板，叫你回来不可以啊？我不是你的员工，我是股东，我是合伙人。假期叫我回来工作，要给我 double pay 的。你想敲诈老板？你剥削股东啊！在跟你废话。喂，我问你，相信神秘力量可以转移吗？不是吧？你也太无聊了吧！特地叫我回来就问这个。我告诉你，我发现开关了。什么开关啊？说话不要说一半可以吗？我们身上的神秘力量开关，我会用了。关他托梦给你？不是，我自己发现的。你想想，我们最后一次接触国安是通过电，所以开启神秘力量的方式一定跟电有关。你笑什么笑？我很认真在推理，好不好？你也不会太无聊了啊？喂，特地叫我回来就聊这个东西啊？如果你真的觉得生活乏闷，你就找一个男人交往，生孩子打发时间。我没有时间陪你玩了。哎，喂，你要不要打赌？如果我可以证明我的推理是对的，你就要叫我老板，然后这里的工作全部由我安排，怎么样？等你证明了再说。安迪，同心大发玩气球啊！安哥，我是来听你叫我老板的。啊，无聊，别挡路了。淡了一点，现在心情不好。那就放酱油。啊！搞什么啊？我看到你今天早上跟一个安迪吃海鲜粥，你还弄脏你的衣服啊！
不是说怕碰男人的吗？在大街上这样拔我衣服算什么？你也一定看到我什么？说说。我什么都没有看到，我只知道我接到订单要去送餐了，别烦我。到底看到什么啊？不要像老太婆一样这样缠着我，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跟你讨论这种没有根据的荒唐的事 ，OK？ 好口不长路，先别等了啊！好，拜拜。喂，你输了，不想承认你也输了，loser。 loser。我看见了，你的手没事吧？给了。喂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呐，一直这样瞪着我，很没有礼貌的。你还敢讲？如果你早点相信，我刚才会差一点滚下楼梯嘛。那你有滚嘛？啊，更何况我已经得到报应了，送餐迟到，客户取消我的订单，还给我差评哎。OK， 只要你肯认输，叫我一声老板，我再扣你3天薪水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你凭什么扣我薪水啊？因为我也给你的表现打差评，差评1次扣3天薪水。哎，我是你老板，公司规矩我说了算。那好吧，我就做一个评分表摆在这里，差评最多的扣半个月薪水，怎么样？我凭什么要听你？傻了，我们都傻了。你才傻，你撞坏脑袋了。不是啊，我们干嘛坐在这里斤斤计较这些小钱？不应该嘞。嘿，你想一想，我们现在有超能力，你可以轻轻松松看到未来，我们还做什么工？我要发财了！走走走，我们去买马票。走啊！哎，等，我突然觉得这里很没有风度啊！我不应该跟你抢这个侦探社的。哎，我无条件退出，师傅的遗产呢，我都不要了，全部让给你。
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我没资格当你的合伙人啊。买马票这种事呢，还是分开做吧。哎，不可以，我们不可以分开，我们要合作，才可以把神秘力量发挥到最大功效。是啦，我知道以前我太自私，跟你抢这个位置。不然这样，来，我自动降职，以后我们平起平坐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来，股东，请坐，请坐 ，sit down，sit down 啊！哎呀，我高攀不起啊，老板，你厉害，聪明过人，而且办案能力那么强，我相信，就算你一个人呢，这个侦探社你还是可以办得有声有色的。啊，加油啊！先走了啊。No！ 我只看得到以前，看不到下个礼拜的头奖号码。你有这个能力，应该有福同享吗？啊？为什么要跟你同享啊？刚才我说了，我们现在是合伙人，在同一条船上。我刚刚跳下船了。吝啬鬼，分享一下会死是吗？我刚才明明这么大方，把所有东西让给你，说我吝啬鬼。我不要侦探社，我要下个礼拜的头奖号码。所以啊，师傅要你好好经营这个侦探社。哎，我这个爱徒呢，绝对不会让你有机会偷懒的。你听我说，多半年，钱就会到手了。啊，努力加油，靠你哦！老板万岁！我去买马票了，拜拜拜拜。我去买马票了，拜拜拜拜。为什么看到未来的不是我？啊！博彩公司网页，网络下注。嘿嘿嘿，咦 ，yes， 是，要买什么号码好呢？1800万，我来了。摸电脑不行。那摸什么才可以看到中奖号码？人！哎，这次的奖金1800万呢，你买了没有？我有预感，这次的头奖是我的。昨晚财神爷来我家敲门，给了一组号码，你跟着我买就对了。每次你都这么说，就没见过一次赢钱的，吹牛你就厉害了。哎，你不要忘了，去年我给你一对真字，你买了10大10小，中了5万块，记得吗？我没有骗你，这次是真的。如果摸到输钱的人看到的号码也未必是头奖，跟着一起输怎么办啊？对啊，找赢头奖的人就是了嘛。但也不对啊，人海茫茫，怎么找到这个人？不行不行，还是要从长计。哇，吓死人呐！你吓死我们才对呢，自己一个人躲在这边自言自语的。你跟谁说话？我跟谁说话？财神爷跟我说话。财神爷？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不能跟你说啊！啊，先走了。
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他现在跟你说什么？都说不能说了吗？开什么玩笑？看到没有？人家不需要做梦啊，都可以随时随地跟财神爷聊天了。你呢？哇，姑姑，你走路没有声音的，吓死我了。喂，真不错啊！当老板呢，四模四样的，还会算账哎。我是被逼的，又到月底了，那个死前缘还在跟我玩失踪，那几个阿龙又开始明天晚上删我长辈图，烦都烦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这个还没交给他？人家给我拆伙，我才不要去找他。臭男人，跟那个死前缘一模一样。靠你们不如靠我自己，我就不相信我一个人挨不过半年。那就不要烦啦。你答应过我跟我一起去吃饭的，可以走了吗？我没有心情，我要绝食，我不吃。啊，我要睡觉。不是吧，这么早？喂，啊，又是我自己一个人吃饭了。喂，谢桂山，这期的头奖累计奖金有1800万那么多，你觉得怎样我才可以找到那个中奖的人啊？你要找他干嘛？想要巴结他？错，是跟着他下注，他买什么我就买什么啊。哇，这么早你就做白日梦了？喂，谢桂山，假如我是说假如啊，假如你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，你会想要赢这个1800万吗？废话，我又不是傻的。但是你能力有限制的啊，不是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那个中奖的号码，而是要通过触碰的方式才可以预知未来。你会怎么做？怎么找那个人啊？你闭上眼睛不能看到那个号码，但是你闭上眼睛，能不能看到那个赢奖的人长什么样子？不可以。那你不是说了等于白说？要这个能力有个屁用？想象一下，新加坡有600万的人口，扣掉我们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，我们还有500万的人口。在这500万的人口当中，你要找到那个1比1400万赢头奖的幸运儿，你知道这跟走在街上被雷劈有什么分别吗？啊，痛啊！哎，不对啊。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统计，一个人一生当中走在街上被雷劈的概率只有1比180万。这样走在街上被雷劈的概率还比赢头奖高哎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在等你讲重点啊。重点就是你在脱裤子放屁呀，还不如祈祷自己中头奖比较快。像他这么说，这法则就行不通了。啊，如果这个可以预知未来的人直接去赌场，直接摸赌客的手，你觉得赢的几率会比较高吗？可以摸，可以，但是我觉得他被揍的几率应该比较高啦，还摸嘞。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不可能什么都不可以的嘛。郑和峰啊，郑和峰，要发财就要想办法。喂，你到底是不是想赚钱想疯了？啊，躺几天躺在我家，又不工作又不送餐，就为了研究这些吗？还是你回光返照 Hello， 侦探服务你需要吗 ？Hello， you need any PI service? Thank you very much. Hello， 你好，需要侦探服务吗？可以找我们公司。哎，小姐，我们侦探服务收费很合理的。哎，太太，我们抓奸跟踪非常厉害的。哎，小姐，我们有寻人服务，可以参考一下哈。不要哦。你们侦探社是有寻人服务吗？有，当然有啦。我们找人最厉害的，而且有10个 customer 当中有11个给我们赖。只要你找的人还在新加坡，他化成灰我们都找得到。如果他不在新加坡，我们也找得到，不过收费就贵一点点呢。如果找不到的话，我们可以不收钱的。只要你能够保守秘密，钱不是问题。我们诚信保证，客户隐私绝对高度保密。
那你愿意签保密协议吗？违背协议就要赔钱。当然没问题啦，你放心，我们是不会透露你的秘密的。哎，我 office 就在附近，我们进去里面聊聊，好不好？来，慢走。才5岁啊！你女儿还那么小，为什么不报警？我不要报警。你刚才说会保护我的隐私，我才答应把这个案子交给你。如果你报警，就是违背我的意愿。哎，你不要激动，我不是要报警，我只是奇怪，为什么你好像不在乎你女儿的安全？她不会有事的，因为她跟我儿子在一起。你是说他们2个一起失踪啊？他们虽然是同母异父的兄妹，但是我知道子轩是很疼小婷的。不是啊，菲利斯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所以是哥哥带着妹妹一起离家出走？子轩还住在家里，他不知道我怀疑他了。再加上我多几个星期就要生产了，不方便跟踪。子轩又很清楚我的动向，所以哥哥没有离家出走，而是带走妹妹。对，你只要帮我找到小婷，你的任务就完成，其他的事你不需要管。如果你办不到的话，我们的对话到此结束。哎，菲利斯，你不用担心，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。太奇怪了，他跟我说的一定不是事实的全部。好，那我等你的消息。我送你出去。我这个人很奇怪的，紧张的时候就会玩气球来解压，你不用管我。好了，不用送了，我先去附近买点东西，回到家马上把资料发给你。那你小心一点。哎，菲利斯，谢谢。再见。不可以报警！你宠他也要有个限度，他现在绑架了小婷啊！不是绑架，子轩他才几岁，他懂得什么是绑架吗？他可能只是一时鲁莽，忘了分寸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能劝他把妹妹带回家的。勒索信已经收到了，还能是假的吗？你理智一点好吗？是不是因为儿子不是你的，所以你才说报警，说的这么干脆？是绑架！你这样做，妹妹太危险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是猜的，我猜你的儿子会不会是绑架你的女儿？如果是真的，你应该去报警。不是绑架，你想太多了。喂，菲利斯，菲利斯！哎呦，不可能看错的吗？她的老公明明说是绑架。死了啦！如果真的是绑架，我一个人去救美眉，我行吗？顾月行，哎，怎么了？我刚好经过，过来看看千万富翁长什么样子。都发财了，还需要做 delivery 啊？
新加坡有法律规定，中头奖就不可以送餐吗？我天生爱打工，一天不工作呢，我浑身不自在，不可以啊！干嘛？来找我干嘛？那我爸给你的信，师傅，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的，觉得很碍眼又占地方，就拿过来给你哦。占地方？哦，就这样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你不打算看吗？我要去送餐的，而且我不想要在你面前看，可以吗？你要走啦？啊，不然嘞，留下来跟你聊天，我要收钱呢。你是干嘛啦？古古怪怪的，想要借钱啊？你不说，我走了啊。喂，是这样的，我想问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查案？我破例给你表现的机会，怎么样？怎么了？得罪客户要求我帮你收拾烂摊子啊？还没有开始，是正要开始。寻人案，我用力量看到委托人的过去，发现不只是寻人那么简单，我担心是绑架，我怕我一个人应付不来。绑架案，这么复杂的案子啊，你一个人确实没有办法应付的。我建议你呢，直接去报警，警察一定帮得上忙的啊。如果我可以报警，我需要找你嘛？对方要我签保密协议，叫我不可以跟任何人透露这件事情。再说我去报警，要跟警察说什么？说我有神秘力量，可以看到别人的往事啊。要保密，你还告诉我干嘛？我好像已经不是侦探社的股东了哈。要不是我一个人不敢查，我需要跑过来这里求你嘛。看你这个死样子，不想帮就算了，当我没来过。喂，你求我啊？你求我，我可以考虑考虑的哦。我在房地产中介呢，已经有将近30年的经验了，所以不管是买卖租赁，或是市场评估、业务咨询，我都能够提供服务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在竹荣区，单手头上啊那些客户名单呢，算是最多的。所以你如果说工厂交给我来卖的话，肯定啊会比别人来得快。啊，对了，差点就忘了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叫我 Spring 就好了，多多指教。你好，我老板是有兴趣想卖场，不过我想私底下找潜力买家，因为佣金方面，我想让中介帮忙协调。明白，潜力买家我来安排，过2天呢就会有人来看场。至于你老板那边，我想想办法。我喜欢和优秀的人合作。一样。照你的吩咐，我把顾春天搅进局了。很好。那顾月心，如无意外，他会跟着阿肖的人过去。可是那些绑匪不是我们的人，很难控制。怕不怕万一他们弄死了顾春天？死就死，没有他，我一样可以拿下顾月心。要继续下坠，心底的阴影莫名又插队，明知不完美，又想去诋毁。我找谁？我问谁？我是谁？
惜一面。